欢迎，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圣经里有句话，可能让你心里稍微紧张一下，就是马太福音5章22节那句：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里的拉加和魔力，你看不同翻译啊，很多时候就翻成像是傻瓜、废物这一类的词。这就引出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了，你可能也琢磨过，万一我气头上骂了句白痴，或者心里骂了句250，难道真因为这个就下地狱了？说实话，谁没遇到过堵车堵得不行，或者工作里碰到点事儿，心里头没冒出过类似的想法呢？对吧？听着是挺严肃的，确实很严肃。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得好好琢磨琢磨。耶稣在这儿说的，恐怕不只是那几个骂人的词儿，对，而是这些话背后，我们心里面是个什么状态。所以我们这次就想一块探讨一下，这句经文到底啥意思？是不是真像字面上那么绝对？耶稣真正想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对这节经文的意思啊，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理解角度。没错，这段话确实挺引人思考的，争议也不小。历来大家对它的解读侧重点都不太一样。大致上呢，可以分成4种比较常见的看法，咱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第一种，咱们可以叫它字面审判观。字面审判观，对，就是比较直接。这种看法就认为耶稣说啥就是啥，任何带着怒气骂人的话，比如傻瓜、废物，你要是事后没真心回答，那个就可能让你最后真的面临地狱的审判。他强调的是话语本身的严重后果。听起来很直接。第二种呢，可以叫内心罪恶观。内心，对，内心。这种解读认为，耶稣在这儿的重点是把那种充满恨意、瞧不起人的那种愤怒，它的严重性看作跟实际杀人差不多。关键不在于你用了哪个具体的词儿，什么傻瓜呀、笨蛋啊，而是你为什么说这话，你心里那个状态，就是那种恨意、恶意，想把人踩在脚底下那种感觉。你看，耶稣说这话之前，紧跟着前面说的就是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联系起来了。对，他明显是在提高标准，把杀人这个诫命的范围从外面的行为扩展到里面的就是心里动怒、有恨意这个层面了。这个角度感觉更深入一些。是的。然后第3种可以看作是夸张或者修辞警告观。夸张？就是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觉得耶稣在这儿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甚至可以说是夸张的修辞手法。这跟他教导里其他例子有点像，比如他说，要是你的右眼让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扔掉。他不是真让你自残，对吧？对，那肯定不是。他是用一种特别震撼的方式，强调罪有多严重，咱们得多坚决的去对付它。所以用地狱的火来形容骂人傻瓜的后果，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警告大家，心里的怒气和瞧不起人，这在属灵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甚至可能让灵魂走向死亡。就是一种强烈的警示。没错，一种修辞上的强调。最后一种呢，是社会正义或者说尊严观。尊严观，对，这个观点特别看重当时的文化背景。他就说像拉甲，大概意思就是空脑袋、废物，还有魔理，常翻成傻瓜、叛逆者，有更强的道德否定在里面。这2个词在当时的犹太社会，不光是骂人难听，它更深的意思是把对方看作一点价值都没有，一文不值，完全否定他做人的基本尊严。这么严重？是的，这实际上是在攻击对方作为上帝形象承载者这个根本身份。所以这种观点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对别人根本价值和神圣形象的践踏，才引来了这么严厉的审判警告，甚至提到地狱之火，因为它破坏了上帝看重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
这4种看法确实角度很不一样啊，有的是看话本身，有的是看内心，有的是看表达方式，还有的是看对人尊严的影响。那个字面解释虽然直接，但确实最让人心里发毛，是吧？难道随口一句气话，万一忘了悔改，就真的可能后果那么严重？这跟我平常理解的信仰里关于恩典呐、饶恕啊这些，感觉，有点紧张关系。你这个感觉很有代表性，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光看字面可能不够全面。咱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每种看法它好的地方在哪儿，可能不足的地方又在哪儿，这样可能更清楚一点。好，这个字面审判官优点是很明显，他非常严肃地提醒我们，说话是有分量的，得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他强调了言语是有实际后果的，防止我们把说话不当回事儿。但他的局限也挺明显，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可能太盯着具体的词了，好像忽略了耶稣在整个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5到7章里反复强调的重点，就是心理的状态和目的。对，如果说用了某个词儿就自动触发地狱之火，这好像把耶稣那么深刻的伦理教导变成了一个有点机械的规则。有点像自动售货机了。对，有点那个意思。然后看内心罪恶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跟登山宝训的核心精神特别吻合。耶稣确实总在把律法的要求从外面的行为往里推到内心的状态，比如恨等于杀人，贪恋等于奸淫。他关心的是我们的心。不过呢，这种观点如果说的太绝对，也有个风险，就是可能让人觉得，哎呀，只要我心里没坏透，偶尔说句难听的，问题不大，反正上帝看内心嘛。有可能这样想。对，这就可能轻视了说出口的话对别人造成的实实在在的伤害，也低估了话语本身对我们内心和关系的影响。其实言语和内心是互相作用的。这倒是。再来看夸张或修辞警告观，它的好处是解释了耶稣为啥用这么重的词儿，这跟他作为一个老师很会用比喻、用震撼性语言的风格是符合的。他就是想要让你停下来，好好想想这个愤怒和蔑视有多大破坏力。引起注意。对，但缺点呢，就是一旦大家觉得这只是夸张，就可能把这个警告的严肃性给打折扣了，觉得没那么严重了。对，可能会想，耶稣就是吓唬过我们，让我别生一码人，实际没那么可怕。这样一来，反而可能失去了该有的警惕性。有道理。最后是社会正义或尊严观。这个看法的力量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上帝多么看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我们该怎么彼此尊重。这跟圣经里一直强调的爱邻舍、关心弱者、维护公义是高度一致的。它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拉加和魔力这2个词在当时杀伤力可能特别大。不过呢，如果只强调这一点，可能又有点忽略了耶稣对向弟兄动怒这个更普遍的问题的关注。耶稣好像不只是反对那2个特定的侮辱词，而是在警告所有从心里发出的想要贬低、伤害别人的那种破坏性的怒气。这么一分析，各自的侧重点和可能的盲点就清楚多了。字面观可能太简单，内心观如果不平衡，又可能忽略话语的伤害。夸张观可能被轻视，尊严观虽然深刻，但也许没完全覆盖耶稣对普遍愤怒的警告。那综合来看，哪种理解或者说哪几种理解结合起来，最能帮我们抓住耶稣这番话的那个核心意思呢？有没有一个更整合的看法？我个人觉得也是现在比较多学者倾向的看法，就是说最能抓住耶稣本意的理解，很可能是把内心罪恶观和社会正义尊严观这2个结合起来看。结合起来。对，有机的结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耶稣他最想传递的信息，小心那个最终把人引向毁灭的杀戮，它的种子呀，不只藏在刀子里，它更经常是深深地种在你心里对另一个人的那种瞧不起、那种恨，以及对他价值的完全否定里面。所以，耶稣警告的重点可能不是某1-2个具体的不能说的词，比如我们今天可能随口说的傻瓜或笨蛋，
而是这些词背后所代表和流露出来的那种毁灭性的内心态度。态度是关键。对，就是那种觉得你这个人一钱不值，你就是个废物，根本不配活着，这种从根本上剥夺别人价值和尊严的心态，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明白了。所以回到你最开始那个让人有点紧张的问题，要是我骂了别人傻瓜，我真的会下地狱吗？答案很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耶稣的教导通常不是一套自动触发奖励或者惩罚的律法条文，他更关心的是我们生命的大方向和新的状态。单单一次在特别沮丧或者被惹毛的时候脱口说了句笨蛋，这个行为本身并不直接决定你的永恒结局。哇，稍微松了口气。但是这儿有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这句话或者类似伤人的话，它是从一颗长期被骄傲、苦毒、怨恨填满的心里发出来的，一颗习惯性的很轻蔑地看待、否定别人价值的心，那么这颗心本身的状态才是耶稣在这里用最严厉的话要警告的。因为这样的一颗心，说到底它跟那动刀杀人的心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路上的，一条通往属灵死亡和隔绝的路，这才是真正触及灵魂深处的危险。哇，这么一整合，感觉豁然开朗了。所以关键就从我说了哪个词，变成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到底怎么看这个人，我的态度是什么。这确实比简单列个禁用词清单要深刻多了，当然也更有挑战。它要求我们往里看，不只是管住嘴。那明白了这点之后，对我们这些在日常生活里挣扎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怎么把它落到实处呢？问得好，这正是关键。明白是第一步，怎么做才是真功夫。根据咱们刚才这个整合的理解，可以有几个具体的方向去努力。首先，把注意力从具体的词转到你的心态和语气上。心态和语气。对，努力的目标不应该是机械的把白痴换成一个听起来稍微好听点的词儿，比如你这人真糊涂。如果心里那种瞧不起、那种不屑一点没少，那其实没解决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反省，我说话的那个调调是不是充满了鄙视？我心里是不是真的在贬低对方？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份让他人不是人的傲慢或者恨意。这个确实更难。是的。其次呢，学着尽早的发现和处理你的怒气触发点。触发点。对，这需要我们对自己更诚实点。当你感觉那股火蹭一下就上来了，特别想用难听话去扎对方一下的时候，能不能试着停一下，哪怕就深呼吸3秒钟，停顿一下。对，然后问自己，等会儿我干嘛这么生气？是我的哪个期待没满足？是我的面子被冒犯了？还是以前那个伤疤被碰到了？在怒气升级成语言攻击之前就去干预、去反思，往往更能控制住局面，也保护自己不掉进那种破坏性的心态里。这个提醒很重要。第3点，有意识的去重新校准你的同理心视角。同理心。对，这个很难，但特别重要。试着这么想，那个让你气得不行，觉得他简直就是个傻瓜的人，不管他做了什么让你讨厌的事儿，从信仰角度看，他仍然是上帝看重的、有内在价值和尊严的一个人，甚至是耶稣愿意为他死的人。试着在你的怒气里加一点点这样的认识，提醒自己，对方不是一无是处，他的行为不等于他的全部价值。这也许能帮你心里的那份蔑视和火气降降温，哪怕只是一点点。即使很难，也要尝试。是的，最后也是一个非常主动的步骤。当你的话伤了人，要主动去和解。和解？对，认识到自己有问题是一回事，采取行动去修补是另一回事。如果你的话确实伤到别人了，别光停在自责或者找理由里。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也说，使和睦的人有福了。这就意味着咱们得鼓起勇气去道歉，去尝试弥补因为我们的话造成的裂痕。这不光是为了对方，更是为了我们自己灵魂的健康和关系的修复。这是一种需要去操练的天国子民的生活方式。关注心态而非词汇，觉察处理怒气源头，校准同理性，主动和解。
这些建议确实非常具体，也抓住了核心。听起来这比单纯遵守不骂人的规矩要难多了，但好像也更有意义。所以回过头来看咱们今天聊的这句经文，耶稣那个看起来很严厉的警告，他最终的目的似乎不是要我们因为怕惩罚而活得特别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对，而是想通过这个来洁净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走向更深的生命改变。你说的非常对，可以这么理解，耶稣其实是在发邀请，邀请我们进入一种更彻底的意义，别只满足于行为上不杀人，更要警惕，要根除那些通过没管住的愤怒和心里深深的蔑视，在你心里悄悄长出来的谋杀的种子。他是在呼唤一种从里到外的彻底更新。这确实是更高的要求了。是的，所以下一次当你又碰到那些让你血压升高，忍不住想脱口而出你这个笨蛋简直是废物，或者更难听的话的时候，或许可以试试这么做。首先停下来，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在心里做个特别短的祷告，可能就是一句：主啊，帮我冷静，给我智慧。同时提醒自己，真正的胜利不只是在于你最后靠着意志力把那句伤人的话硬给憋回去了。当然，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更深层次的胜利，也许在于，就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你的心对那个惹你生气的人，哪怕只软了一点点，你的看法从100%的瞧不起，变成了夹杂着一丝丝理解、一点点怜悯，或者至少是克制。这种内在的转变，哪怕很微小，才是更贴近耶稣心意的成长。真正的胜利在于软化你的心。这句话有力量，也给人盼望。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想法，可以继续琢磨琢磨。我们聊了要避免用侮辱的话，要处理心里的蔑视。但如果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不光是不做坏事，而是试着去积极的做好事，有意识的去找、去肯定别人的价值，哪怕是那些让你特别挫败，或者你非常不赞同他观点做法的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改变外在的互动吗？或者说，这种主动去祝福而不是咒诅的尝试，对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会产生怎样一种潜移默化但可能意义深远的积极塑造呢？